欢迎收听茶学笔记。最近很多新闻都在讲一句蛮吓人的话，就是说我们平常爱吃的咸酥鸡呀，或是外食杂物的那种坏油，可能会卡在身体里面长达6年呢。甚至有医师提醒，这些代谢不掉的老废油会让身体慢性发炎，提高致癌跟失智的风险。老师，我们这把年纪代谢本来就慢，难道真的吃一顿咸酥鸡就要花6年才排得掉吗？这个新闻确实让人听了蛮心惊胆跳的哈，但从科学数据来看，这其实并非危言耸听哦。有一篇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学进展》，也就是 Advances in Nutrition 的系统性回顾研究就指出，过去半世纪，因为大家饮食习惯改变嘛，大量摄取种子油跟油炸物，导致美国成年人皮下脂肪里面的一种脂肪叫做亚油酸 linoleic acid。它的比例竟然从 9.1% 上升到了 21.5%， 这是一种如果囤积太多，就非常容易引起身体慢性发炎的脂肪。等一下，从 9% 变到 21%耶，这个涨幅根本超过1倍了，对吧？没错，这增幅其实高达 136%这么多，而且这还不是最惊人的部分，最关键的数字其实是它的半衰期，也就是 half-life。长达了680天。老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简单来说呢，半衰期就是身体把你囤积的这些脂肪代谢掉一半所需要的时间。你想想看，680天就是快要2年，身体才好不容易代谢掉一半。如果我们从数学上来推算，你要把它代谢到剩下不到1%，真的就是需要将近6年的时间。哇，那这就像家里堆了6年没清的垃圾一样，难怪年纪越大肚子内圈越难消，因为里面的油可能都是好几年前吃下来的。听起来真的蛮让人沮丧的耶。难道我们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坏油卡在身体里长达6年吗？其实别担心了，当然不是只能这样被动接受哈，因为最新的研究就发现了一个蛮关键的机制，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主动的去把这些脂肪给烧掉。烧掉脂肪？老师您说的这个解方，难道跟我们常喝的茶有关系吗？因为长辈常常在传说什么喝普洱茶能刮油啊，帮助减肥，这到底是有科学根据，还是大家吃完大餐喝杯茶安慰自己的心理作用啊？这绝对不只是心理作用哦。我们可以来看一篇2026年刚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微生物学前沿》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 的最新论文。这篇研究在高脂饮食的小鼠身上，用了一种大家常听到但也常误解的茶，也就是普洱茶的萃取物。就是普洱茶吗？对，结果发现在完全不减少食量的情况下，普洱茶竟然显著抑制了小鼠体重的增长，而且连腹部最难搞的白脂肪 （white adipose tissue） 的重量也都减轻了。不用少吃就能变轻，这听起来也太神奇了吧！普洱茶到底在身体里动了什么手脚啊？难道里面有放什么特殊的燃脂成分吗？其实这篇研究测试的是整体的普洱茶萃取物，里面不仅包含了大家常听到的茶多酚，也就是 Tea polyphenols， 还有熟茶发酵后被认为很关键的茶褐素 Theobromine。另外还有一种对代谢非常有帮助的活性物质，叫做末食脂酸 Gallic acid。科学家发现，这并不是单一成分在以枝独秀，而是这群活性成分互相配合，发挥了科学上说的协同作用，才成功切换了身体的燃脂模式。原来是团队合作，那科学家到底是怎么发现这个燃脂模式被切换的啊？他们是利用一种能精准测量生物呼吸气体还有能量消耗的仪器，叫做代谢舱 （metabolic cages） 来进行监测的。结果就发现，普洱茶让身体的呼吸交换率 （respiratory exchange ratio） 出现了显著的下降。呼吸交换率，测量呼吸就能知道体现在到底在消耗什么东西吗？没错。这其实就是医学上用来判断身体现在正在消耗糖类还是脂肪的一个科学指标。
研究发现，喝了普洱茶之后，这个数值会下降，并且维持在0.7到0.85之间。那这个数值代表什么意思呢？这在科学上就代表身体被成功切换到了高效率的燃脂模式了。原来数字下降就代表启动了燃脂模式。那身体平常到底是怎么决定要优先消耗糖类还是消耗脂肪的？其实人体的能量机制非常直接，我们平常吃进去的糖类跟淀粉是最容易被分解利用的，所以身体当然会优先把它们当作能量消耗掉。等到这些糖类消耗的差不多了，身体才会去动用备用的脂肪来燃烧。可是我们现代人每天都不缺淀粉跟糖类啊。就是这样，加上我们年纪变大，代谢效率变差，导致刚才说的那种6年坏油，就一直被当作备用能源囤积在肚子跟大腿上，根本很难被消化到。而这篇研究最核心的发现，就是普洱茶能帮身体的代谢机制做一个调整，它让身体不再过度依赖糖类，而是促使身体去把那些囤积的老废脂肪搬出来燃烧，转化成热能散发出去。原来普洱茶可以帮我们调整燃脂模式，难怪老师说它能让身体更会消耗脂肪。那除了启动这个燃脂模式，它还有没有其他帮我们生成代谢老废油脂的隐藏机制啊？有的，它还帮我们整顿了肠道的环境哦。我们的大肠里住着几兆个细菌，也就是所谓的肠道微生态 （gut microbiota）。研究发现，高油脂的饮食会让肠道里一种叫做后壁菌门 （firmicutes） 的细菌比例异常飙高。其实以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细菌本身并不坏了，它的专长就是超级会吸收热量。在人类远古时期常常挨饿的时候，它可是帮我们存活下来的大功臣呢。可是超级会吸收热量，放在我们这个天天吃好料的现代，不就变成一直帮我们变胖的胖胖菌了吗？是可以这么形容啦。这类细菌一旦太多，就会从食物中榨取更多热量，把它们转化成脂肪囤积起来。而这篇研究就发现，普洱茶介入之后，成功把这种胖胖菌跟另一种有益菌，也就是拟杆菌门 （bacteroids） 的比例拉回了比较理想的平衡状态。所以要对付这些老废脂肪，不只要靠身体的代谢机制，连肠道环境也一起帮上忙了。这边2026年研究最核心的结论就在这里：普洱茶之所以能减轻身体负担，是双管齐下的。一边是切换我们刚才说的燃脂模式，另一边则是把肠道菌相调整健康，进而启动了身体里的棕色脂肪 （brown adipose tissue） 来产热。当这两边的代谢系统都变有效率时，体内那些很难消的老油就更有机会被代谢掉了。哇，听到陈年老油终于有机会被烧掉，这句话真的太疗愈了。那老师，这是不是代表我以后去逛夜市，只要左手拿着咸酥鸡，右手配一杯普洱茶，就可以安心吃，完全不怕坏油卡在身上了？千万不能有这种侥幸的心态哦。我们必须客观来说，虽然这是一项小鼠实验，成功解开了哺乳动物代谢的底层机制，但回到人体身上，普洱茶绝对不是让你暴饮暴食的免死金牌。如果你每天还是毫无节制的吃咸酥鸡跟各种炸物，那喝再多的茶，你的代谢系统终究还是会被过多的脂肪给拖垮的。原来如此，看来普洱茶不能当做我们随便乱吃的借口。那老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到底该怎么喝，才能真正帮到身体呢？根据这篇研究，它在身体里其实是扮演一个辅助的角色，透过加强能量消耗来帮身体减轻负担。为了发挥它最好的辅助效果，我有3个日常喝法的建议。第一呢，就是先做替换，与其吃完炸物配含糖手摇饮，不如直接换成一杯无糖的普洱熟茶。这蛮容易做到的。那第二呢？第二就是重点不是一餐，而是长期习惯。这篇研究谈的是在长期的饮食下，身体有没有更偏向消耗脂肪，所以这不是说你一顿饭吃太油，赶快喝一杯茶就能立刻逆转的。了解。那第3个建议是什么？第3点很重要，就是餐后等半小时再喝，因为茶里面有单宁酸 tannins， 它容易跟刚吃下肚的铁质结合，会影响营养吸收。而且吃饱马上灌一大杯茶，也很容易引发胃食道逆流。原来如此，
如果想对付新闻说的6年坏油，把饮料换成普洱茶，真的是聪明又省钱的做法。没错，不过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日常喝茶要适量，也要配合运动跟多吃蔬果，才能真正让身体的燃脂代谢越转越顺畅，远离发炎。今天真的学到太多了，原来茶叶发酵后竟然藏着这么强大的燃脂机制。如果你也担心身体里的老废油，不妨从今天开始就来杯无糖普洱茶吧。这里是茶学笔记，我们下次见喽。穿透书籍迷雾，品味健康深度，不再听信模糊的口传，用科学数据转入间的研究，让茶学笔记为你导读，与我一起科学饮茶，温暖你的心。